这座2层别墅里住着150吨垃圾，垃圾从1楼一直堆积到2楼。在小姐姐耐心的沟通下，大爷终于放下了戒备，正要说出自己的故事，却被一个怒气冲冲的大妈打断了。天花板上的钢筋和铁钉都露在外面，一不小心就会划伤。客厅旁边的洗手间也是惨不忍睹，卫生纸都已经发霉了，还有随处可见的老鼠，水龙头也坏了。大爷很后悔，说如果早点把房子打扫干净，也不至于现在这样。他同意让节目组帮忙清理垃圾。这个车载导航太诡异了，主人每次导航回老家都会导航到坟墓，明明前面就到家了，导航却要求掉头。那行吧，节目组决定跟着导航看看究竟。前面已经没路了，他们步行来到导航目的地，结果目的地就是一个坟墓。那这是谁的坟墓呢？ 여기가 우리 어머님 산소예요. 사실 어머님이 1년 전에 돌아가셨거든요. 집 주소를 이제 내비게이션에다 치고 오면 꼭 여기를 가르쳐줘요. 从地图上可以看得出来，坟墓和老家之间的距离很近。节目组猜测有可能是导航本身故障，才导致位置偏差。毕竟导航出错还是挺常见的。结果维修人员检查过后，都说没有任何问题。那现在只能使用排除法了。节目组又安装了同一款导航，让2台设备同时导航到老家。真的是奇怪，2台设备都导航到了坟墓，即使更换了不同品牌的导航，结果都一样。设备没问题的话，那有可能是信号问题。毕竟老家在山沟里，信号肯定不太好。专家也说，如果信号不好的话，最终的导航结果会有1公里左右的偏差。为了验证这个说法，节目组导航了村里其他地址，结果都准确无误的到达。现在唯一有可能的就是老家地址是错的，但身份证上面老家地址就是607啊，而且导航设置的目的地也是607。一时间，关于导航的谣言越来越多，村口情报站的大爷大妈也是议论纷纷，事情越来越灵异。毕竟是走进科学节目，肯定要搞清楚这到底怎么一回事。节目组咨询了村长，村长说他母亲坟墓所在的山头之前也是属于村里的，后来被划分出去了，那会不会是地址重新划分导致的？随后节目组来到测绘局咨询，电子地图上显示他家原来的地址编号607，现在被标注为坟墓所在的山头，而现在他家的地址标注的是757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都是由于地址更新导致的，导航没有错，现在的607就是坟墓所在位置。我们再一次走进了科学。发生类似诡异事件的还有下面这个村，每到凌晨3点，整个村子就会传来类似电话拨号的声音。小姐姐是第一个听到这种声音的，说声音是从1个月前开始的，而且确定凌晨3点没有人打过电话，接着播放了自己录到的声音。节目组决定等到凌晨3点，看声音会不会出现5、4、3、2、1。此时所有人的电话都已经关了，小姐姐认为声音是从外面传来的。隔天，节目组在可疑区域都安装了摄像机，又到了凌晨3点，声音准时传来，摄像机也没有任何发现。白天，节目组走访了附近的村庄，想要找到一些线索，然而附近村庄里的人都说没有听过这种声音，无功而返。节目组又回到小姐姐所在的村庄，村里的大喇叭引起了节目组的注意，村民说那喇叭很久没用了，电线都断了。随后在村里又看到了一个广播喇叭，村长说由于疫情原因，也已经很久没用了，但是除了这2个可疑的喇叭外，就没有其他能发出声音的设备了。节目组决定安装摄像机监控一下，每到凌晨3点，整个村子就会传来类似电话拨号的声音。又来到了凌晨3点，声音再次准时响起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声音就是从第2个广播喇叭里传来的，但此时并没有人进入广播站。第2天，村长带节目组来到广播站，村长说广播设备只有自己有钥匙，除了自己，其他人就算闯进广播站也无法使用广播设备。村长还展示了自己的广播记录，最近1个月都没有播过，这就很奇怪了。节目组拿着录音找到声音分析专家，专家说这确实和电话拨号的声音很像。专家结合电话按键时发出的不同声音，分析出了具体的按键号码，连起来的数字并不是电话号码，而且每个按键的间隔时间是一样的，正常人手动拨号是无法做到的。专家认为应该是广播设备自己发出的噪音。随后节目组联系到了广播设备的售后，经过长时间的排查，售后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。售后说设备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的运行信号，可以理解为设备重启信号。这台广播设备的重启信号设置在了每天凌晨3点，这个一般是不会被广播出去的，但恰巧这台设备的放大器坏了，才导致这个微弱的信号被放大，并且广播了出去。一切都是虚惊一场，毕竟走进科学是不允许有灵异事件存在的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的指甲比你的手还要长，最长的有20厘米，小拇指的指甲最正常，看起来却显得格格不入。他说小拇指是专门抠鼻屎的，他淘米时不用手，2根指甲勾搂勾搂就淘洗干净了，开火时用手背，
打鸡蛋也是小菜一碟，吃饭也能熟练的使用筷子，但我感觉筷子有点多余啊。电脑打字用铅笔，剥橘子就要用镊子，戴手套也难不倒他，把手套剪个小洞就行了。金刚狼见了都直呼内行啊！他还要花大量时间保养指甲，一瓶指甲油只够用1次的，完事还要给指甲戴上保护套，以防在睡觉的时候折断。出门上街必须要把指甲护在胸前，回头率那是100%，路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。大姐不仅指甲长，头发也很长，头发都能拖到地板上。我觉得她演梅超风都不用化妆，即使是周围邻居在晚上遇到大姐也会被吓到。邻居都想不通大姐为啥要留那么长的指甲，原来大姐从小就爱臭美，最喜欢做的就是涂指甲油。有一天晚上做梦，梦中人告诉她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剪指甲，否则就会遭遇不幸。刚开始大姐也没当回事，这不就是个梦吗？但是每当她剪指甲就会心跳加速，剪完指甲就会生病，后来就开始一直留指甲了。为了让自己的指甲显得不那么诡异，大姐来到美甲店，店主刚开始也被吓了一跳。店主在大姐指甲上画上图案，这样又显得可爱多了。大姐说会一直留着指甲，准备以后出演梅超风。和大姐一样，下面这个男人50多年没有剪过指甲。大叔从小就没有指甲，不仅如此，他连脚指甲也没有，掉在地上的小东西根本捡不起来。对他来说，开易拉罐是最痛苦的。更难以置信的是，他竟然拿不住玻璃杯，杯子在他手里反复滑落。节目组怀疑大叔是故意的，大叔却说自己没有指纹，光滑的东西根本拿不住，怎么可能没有指纹？节目组仔细观察，大叔的指尖确实非常光滑。节目组和大叔一起按手印，大叔的手印模糊一片，没有任何纹路。由于缺少指甲的保护，轻轻按压手指就会带来剧烈疼痛。然而大叔的工作却很依赖手指，他是一名汽修工，工作需要一直动手，就连缠个线圈都会疼痛难忍，哪怕一个小小的失误都会给他脆弱的皮肤造成不小的伤害。他的手上布满了伤痕，即使这样，他也工作了30年，因为要养活一家老小。至于他为什么没有指甲，医生说他患有一种罕见的皮肤病，简单来说就是皮肤黏膜很容易起水泡，而且是遗传性的，没有根本治疗的方法。所以女儿出生的时候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女儿的手指。看到女儿有着正常的指甲，大叔激动的哭了，他不想让女儿承受和自己一样的痛苦。大叔平时最喜欢做的就是帮女儿剪指甲，女儿也很懂事，会帮父亲包扎伤口。我觉得大叔可以去做个美甲，就是贴个假的指甲，可能会好一点。和大叔一样，下面这个女孩从小就与众不同。女孩长了满脸的胡子，又粗又硬，从鼻子一直延续到脖子。不仅如此，她的2个妹妹也长了满脸胡子。奇怪的是，她的2个姐姐却是正常的，而且她妈妈脸上也是干干净净的。妈妈说他们刚出生脸上就有胡子，可能是遗传他们的父亲。照片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去世的父亲就是满脸胡子，但只有最小的3个姐妹遗传了父亲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脸上的胡子也越来越旺盛。他们也尝试过刮胡子，但是越刮长得越浓密，全身上下厚重的毛发让他们很痛苦。同学都嘲笑他们是猴子，这给他们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，他们变得抑郁焦虑。姐姐甚至放弃了上学，选择在家里帮忙种地。毛发摧毁了他的梦想。为了让2个还小的妹妹摆脱毛发的束缚，他带妹妹来到医院，医生拿放大镜仔细检查，说就算是遗传，这种情况也是非常罕见的，在学术界还没有和他们一样的案例。医生给他们做了激光脱毛，但很快胡子又长了出来。医生把毛发样品寄到了研究所，现在只能等待分析结果。虽然不确定有没有治疗方法，但只要有希望，等待的过程也是开心的。那最后就祝他们早日恢复正常，继续追逐梦想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